钱开义，你怎么来了？再不来得出事儿了，还我怎么来了？干嘛呢？我在给他贴大力胶呢。贴什么大力胶啊？不是创可贴，创可贴。受伤了？啊，他受伤了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哦，这太严重了吧？这搞不好能出人命啊！什么意思啊，经理？来吧，兄弟，我给你贴。来，来，不用了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秦开义，你干嘛呀，秦开义？来，我帮你贴。钱开义，这是干嘛呢？丽丽不在家，你只有虎狼环伺呢，我怕你一个人住我危险，所以这2天呢，我就来陪陪你。丽丽去找你了？对。哎，其实丽丽啊，挺关心你的，她就是这2天闹点情绪，过2天就回来了，所以这2天呢，就由我来守护你。你守护我干嘛？你一点防范的意识都没有啊！你这附近多危险啊！我看你才是最大的危险，别折腾了，回家好不好？我要休息了。你先去睡吧，你不用管我。随便你。你干嘛？我脱衣服啊？变态。谢谢大家。兄弟啊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想，这是我的归宿吧，我把我的灵魂放在里面了。龙归大海吗？哦，我看出来了，是条鱼的形状。你领悟到了啊！我想涨潮的时候，大海就把我带走了。那大海是我的，我有定海神针，我还能在海里翻跟头呢。你能吗？不能。那大海怎么带走你啊？哎，你是不是连游泳都不会啊？不会啊。所以我旁边放了个游泳圈。哈哈，那兄弟啊，我等你，我们在海里见啊！干一个！哎，兄弟啊，我们纪念一下嘛，来拍张照。到了大海啊，我们好相认啊！来，好嘞。嘿嘿，兄弟啊，你把手机拿出来，我们加个微信，我好把照片发给你嘛，是吧？来，扫二维码。好嘞。行，一共25张，500块，我这就发给你啊。鱼，游泳圈，兄弟啊，你多大？行，没事，那我先走了。之前我帮你喝了吧。哥呀，吃！想想啊，只有你自己强大了，你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。
一样可以活得很好。一共25张，500块。兄弟啊，你多大？本地市新鲜报，据热心市民投稿，22号下午，在小西海海岸发生了这样一起打架斗殴事件。画面中的这名男子就是打架斗殴事件的主人公。该名男子手持手机棒，故意殴打扮演动画人物孙悟空的不明人士。哎，你好。该男子师傅，隔天好带去去啊？去啊，该男子走吧。遭受过校园师傅，你看什么呢？看打架啊。让我们了解一下详细内容。他有个外号叫墨鱼，因为他爱哭。那个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嘲笑他、排挤他。每当有人从他身边快速经过的时候，他就会抱住自己的头。他经常受欺负，还曾有过被孤立的经历。关我屁事！关你屁事！关你屁事！干什么呢？小莫啊，年框的条目过完之后，关你屁事！抓紧时间交给我啊！关你屁事！你说什么？墨鱼啊，你是不是真觉得你在这里是老大？关你屁事！关你屁事！给我甩脸子啊！我请不动你这种活佛！关你屁事！关你屁事！小卢，下午就给他做交接工作。让人事给他算清，我回来之后不希望在这个地方再见到他。关你屁事！关你屁事！从心理上来说，受到影响的个体在未来可能会表现出社交攻击行为，或者社交退缩行为，或者不表现为任何行为，只是在心理上影响该个体的情绪和感受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想跟我聊些什么？上次咨询回去以后，我觉得我有了一些变化。现在每次我焦虑的时候，我都会首先跟我自己说，先冷静下来，然后像你问我问题一样，试着问自己为什么，想明白了，好像就不焦虑了。很好。你已经找到调节情绪的方法了。其实这些你还可以尝试，比如说阅读、运动、瑜伽，都是很好的方式。行，那回去我也试试。但是，我还是一直被失眠困扰着。失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在我生完椰子以后，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。前3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焦虑、委屈、想哭，明明自己特别的累，可是躺在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在照顾孩子的事情上，如果有一点没做好，我就特别自责，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妈妈。你第一次生完椰子以后，你觉得你生活有什么变化，会让你觉得很低落、很沮丧吗？其实，有很多的事情对我的影响都很大。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，女人不都是这么想？我们都是这样。是啊，别想太多了，休息好了，别想太多啊，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，都是这样过来的。那个时候，
我在想，是不是你太作了？为什么别人都没有问题，只有我有问题呢？当你把你的想法说出来，可是大家没有给予你安慰，还有支持，所以你想压抑自己，那沮丧的心情就会越来越严重。在那个之后，其实我跟我家人的关系相处的也非常的不融洽。你怎么了？我去上个厕所。那天晚上，我好像不认识我自己了。站在镜子前，看着自己的肚子，这是我吗？怎么这么丑？生产是一件大事儿，生完孩子以后，你的生理需求改变了，父母的角色影响到了你们夫妻的关系，你会觉得你的身材开始松垮，丈夫对你的反应刺激到了你。你会觉得自己慢慢没有价值了，对吗？对。那个时候，我经常的问我自己：你人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生了椰子以后，我开始跟我婆婆吵架了。你跟婆婆因为你们的生长环境不同，所以对于教育孩子的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。我婆婆用她以往带孩子经验带孩子，如果这个是对的，我肯定一句话都不说。但明明我的方法更科学、更卫生，我恨不得把我所有的爱都给椰子，我在做一件非常负责任的事情，可他们却觉得我是在没事儿找事儿，我是一个无端制造家庭矛盾的事儿妈。特别是我老公，我婆婆这样想就算了，她也这样想，孩子是我的吗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？他不是啊。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你希望老公给予你支持。可是他也让你失望了，他不可能给我支持。不光这些，那时候我的工作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主编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看你憔悴的，边带孩子边工作，一定很辛苦吧？不辛苦，孩子挺乖的，而且我婆婆也能帮着带。我也是过来人，奶奶带孙子带得很好，但是还是没有你自己带着放心的。你也知道，出版社新一轮的审查周期马上就要来了。别说你现在这个状态，就是那些新来的年轻人都有些吃不消。那个主编，我状态特别好，我对那个新一轮的审稿周期很有信心。而且对您说的那个尽职机会，我也不想错过。有信心是好事儿，可你知道你回来的这几天出了几个岔子吗？您什么意思呀？行。不好意思。喂，妈，我这正工作呢，我马上给你打过来，马上。其实吧，做一个全职妈妈也挺好的，至少可以全心全意的陪伴孩子成长，你说对吧？有时候我在想，生了孩子的女人就不配工作了吧？我真的特别的无助，但是一想起我们主编说的话也是对的。一心二用，你怎么可能做好工作？为了照顾椰子，我真的腾不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，到头来，只能说是我自己没本事。你觉得在这个时刻是最难的时候，全家人都应该支持你、爱护你，结果他们都让你失望了，没有人陪着你，这样你心情非常的委屈，非常的糟糕，对吗？贺老师。我能改变我自己吗？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不能总是为别人活着，我热爱的事业已经没了。在外人眼里，
我有2个孩子，我应该特别幸福。但是我一想到，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，会离开我，我的生活就没有了方向。不哭，妈妈不哭了，你不哭。但我知道，我不能把我对生活唯一的指望都放在孩子身上。我要靠我自己活成一个快乐的人，活得有价值。我特别恍惚，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知道我需要什么。关于我是谁，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值得探索的问题。可是今天，我想跟你聊聊你的生命线，从你的生命线出发，看看当下的你，审视过去的你，想象未来的你。詹路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看看吗？詹女士，这是你当下的状态。现在你可以闭上眼睛，好好想一想，如果让你回到过去，你最想回到哪个片段？来看看我的孙子，动手死啊！要惹屁，要惹屁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是他吧？暴打孙悟空那个人，前2天还打领导呢。听说他以前有个外号叫墨鱼。听说是小时候被校园霸凌过，人就变得不正常了。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注定不会被别人喜欢的？是不是我墨雨就不该被别人喜欢？之前我帮了你那么多，他治不了你的病，不然为什么你咨询了那么多次，情绪还是不稳定？过完之后抓紧时间交给我啊！关你屁事！你说什么？有些事情也不像你看到的这样。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好权。你看我，一个人独来独往的习惯了，我也一样活得很好。只有你自己强大，你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，一样可以活得很好。我会帮助他。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语音留言请按1。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，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语音留言请按1。想接种发送短信通知，请直接挂机。我继续杂志社的小说拿到稿费了。哎呀，女孩子就该务实点，女孩子学学财务或者会计，将来找份好工作。露露啊，别看你爸唠叨，爸是想提醒你，这兴趣归兴趣，将来参加工作了，想法可得实际点啊。哎呦，这连大学都还没上呢，你也太杞人忧天了。这是我18岁的时候，那时我在读高3，一心想成为一个小说家，所以大学报考志愿报的也是文学系。毕业以后，我一边在出版社工作，一边写小说。可是还没等我出名，我就结婚了。这是我26岁那年出嫁那天。露露啊，一会儿把头发再整整，让全夫人给你戴上头饰，就正式祭拜祖宗。等志坚来接你了，你们就可以敬茶、行礼、跨火盆儿，千万记住，样样都不能出错啊！妈，您昨天晚上都说了好几遍了。妈唠叨也是因为心里高兴啊。啊，吉时到了，我去叫全夫人给你戴头饰。妈，我想让您给我戴，这样我还能跟您多待一会儿。
你嫁到别人家，你小时候啊，头发老打结，我就这么轻轻的一梳，你就疼得嗷嗷叫。现在好了，现在从头到尾都出落得这么水灵，转眼间你就长大了，妈心里高兴。妈，瞧您说的，我又不是走了不回来了。妈知道，可是露露啊，你嫁到别人家，就是别人家的人了。凡事要识大体，要在听公公婆婆的话，不给娘家人丢脸。等有了孩子，就要相夫教子，做个好母亲，知道了吗？即便是结婚了，也可以继续写小说。可是真的结婚以后，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。怎么说呢？每天都有各种琐碎的事情要处理，自己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钻研写作。这个时候好像是你刚刚生完女儿的时候吧？对，其实我没有想那么早要孩子，但是当时我已经28岁了，家里人也催着，就只好要了。生完孩子以后的生活是我自己没法想象的。这个时候看你的状态好像还挺好的，孩子安静的时候是挺好的。那时候的我已经被磨得没有了什么锋芒，就想着只要能把孩子照顾好，其他的事情根本不敢想。在回顾完过去以后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觉得时间挺可怕的，人活久了，根本忘了自己当初想要什么。你当初想要的是什么？贺老师，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了。在接下来的生活里，我想好好的照顾我的女儿和儿子，然后再找一份新的自己热爱的工作，自己赚钱，自己花，也给家里人花。我还想继续写小说。贺老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爱好，我真的丢不下。但我想提醒你的是，其实全职妈妈也是一个值得尊重、被关爱的身份，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事业。如果你想要改变自己，不一定要基于否定过去的自己，我们可以从你现有的状态中找到一些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法，也许这可以帮你从困境中走出来。那你能改变他们吗？你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不能，我改变不了他人，我也改变不了你，只有你可以改变你自己。有些时候，有些事情不只是只有一个角度。人在抑郁的时候，往往会看不到身边的温暖，甚至误解实际发生的情况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我来抱吧，只认妈妈一个人抱，妈妈要累坏了，可怎么办呀？宝贝，爸爸回来了啊，陪爸爸看会儿球，让妈妈歇会儿好不好？露露累傻啦。来看妈给你买了什么？喏，你爱吃的。这个菜啊，我不太会做，还得你自己做一下。来，换奶奶抱。来来来来来。妈，闻着太香，我都饿了。你呀，自己不做饭就知道吃。露露，露露，饭好了吗？快好了，等你接完叶子回来正好吃。好嘞，还有10分钟，看完我就马上去。在过去，我总是妈妈的女儿，老公的妻子，婆婆的儿媳，孩子的妈妈。在未来，我想成为我自己。成为自己，在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是需要去探索的。我相信你现在已经找到了你自己，你知道你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跟角色的困惑，可你依旧不想迷失。未来，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给你去探索自我是什么。可是，在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回归眼下的你。现在的我，没错，现在的你，依旧是婆婆的儿媳妇，丈夫的老婆，孩子的妈妈，这些都是你现在的角色。
但是请你不要担心，你已经有足够的能量去面对这些了，因为你刚刚已经找到了未来的方向。相信你自己，你会做得很好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你来我这里咨询，回去我跟你的老公讲吗？之前跟他讲过我来这里做心理咨询。那你的老公是什么反应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产后抑郁这种事情，其实需要全家人的支持跟陪伴，尤其是丈夫的支持跟爱是非常重要的。其实我建议你这次回去后，你单独的跟他好好聊一聊，聊聊你们遇到的婚姻问题，还有你在咨询当中的收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也可以考虑邀请他跟你进行夫妻治疗，或家庭治疗。我可以为你推荐咨询师。他会愿意跟我去吗？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也要相信你老公。其实，在一个家庭当中，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都一样容易受到忽视。也许这个时候，他也正在想办法怎么去改善你们的婚姻质量呢。好，我回去试试吧，试试跟他聊聊。哦，对了，何老师，我是听你们电台节目找到你们这儿的。其实我给你们打过电话，但当时我没承认。电话里孩子的哭声没有吓到你们吧？喂，海丰国际广播。喂，小朋友，这是哪个？田海野，大半夜的你跟我开玩笑呢是吗？你不相信我是吧？你敢不敢打个赌？打什么赌？咱把电话拨回去，要是假的，我把这诗吃了；要是真的，你把那诗裱起来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你吃纸的样子。电台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没有打过电话。对不起啊，差点吓死我们一个同事。啊，对不起，开玩笑的。还是那个教室，不好我要有那个陈倩，陈倩，汤总，把这份尽调报告的技术评估尽快拿给顾总监确认一下。汤总，老板夫人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。来了。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位呢，他是我的。你好。我是童瑶，王中怡的老婆，也是这家公司的第2股东。我不知道怎么给老贺回复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有一个叫童瑶的人来找我，问是不是我朋友。你知道吗？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想安定下来，好好跟你在一起。遇见你真好。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好、你最喜欢的婚礼。小女孩的心思你还是蛮懂的嘛。你说你是不是以前经常哄人的？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不会对别人的过去感到好奇的人。你好，康丽丽。叫你来，是因为我听老房说，他新招了个秘书。看了你的简历，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请说。第一，按流程，进入公司需要经历 HRD 到 VP 的2轮面试，但你好像都没有参加。那什么，他不是投简历来面试的，
他呀是我一个好朋友介绍的，然后我那个朋友特别靠谱。第二个问题，上个月20号，原本 W 公司有一个供应商会议，但老房突然缺席，作为他的秘书，没有及时的提醒你的老板，让公司遭受了巨大的损失，而且那天你也从公司消失了。我就想知道，你那天在哪儿？啊，他那天是被我派去建兴去聊合同去了。我从你的行车记录仪看到，他在你清水湾的公寓。汤丽丽，年龄29岁，专业空中乘务，毕业院校北方经济学院 ，GPA 2.7，家庭住址南山省海市宁沙区红花村239号。以前几任的工作都只是公司的小文员，自从进了盛宇，摇身一变变成了总经理秘书。然后再是石峰、云锦，这是断崖式的晋升。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不用说。发生了什么？还挺倔，可以啊，老方，你这次换的是这种口味啊？好好的土鸡不做，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啊！你运气挺好的，可惜你没这个命。有些人就算选择土鸡，也不会选择你这只秃了毛的老凤凰。汤丽丽，你敢别碰我！安静！你放我！神经病！再说一遍，老女人，去死吧你！臭婊子！快去上班！够了！妈妈，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。今儿怎么睡这么早啊？累了。露露，露露，我跟你保证，以后啊，我要是再惹你生气，你就踹我，狠狠的踹我，你给我踹医院去都行啊！才不踹你！把你踹坏了，送医院不得花钱啊？只要我老婆大人不生气，花点钱我都认。
等我新的工作找好了，家里的事儿你得给我搭把手，尤其是得多陪陪椰子啊。没问题。哎，你找工作那事儿怎么样了？有合适的公司吗？我在58同城上投了简历，适合我的工作还挺多的，已经有公司通知我面试了。咱们家养家糊口这事儿，不能就靠你一个人，我也得给你搭把手，是吧？你好，詹璐。面试官您好。你的故事我看了，很新颖啊。你能给我说一说你的故事大致构思吗？我写的是一个未来世界 ，AI 机器人逐渐将基础的人类工作取代。我觉得在未来，人们应该依靠更具创造性和技术性的工作来生存。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平台呢正在扶持感情类的作者，您的文章很新颖，不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长期固定坐班的作者。我看了您的简历，最近8年时间一片空白啊，您能告诉我这8年您在做什么吗？这8年里，我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。您怎么能够保障您重回职场之后，您的家庭跟工作不冲突呢？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也考虑过。说实话，我不能保证。我觉得家庭不应该是一种负担，尤其是对内容创作领域的工作者来说，家庭环境是无可替代的养料。只有真正步入婚姻的人，才能够写好生活的一地鸡毛。我结婚以后跟我的婆婆住在一起，生儿育女，工作离职，这些足以改变一个女人一生的事情，我全都经历过了。所以，我觉得不应该在工作以后将家庭抛在脑后。当然，在这8年里，我也想了很多。一开始，我被迫离职，在家待产，到怀孕后期，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我每天只能坐着睡觉。我女儿出生后的几年，我觉得这个家里有太多的事情离不开我。我就在想，我为什么要结婚？我为什么要生下她？但是当我看着她眼睛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个不是她的错，是我选择生下了她。面试官，我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困难不只困扰我一个人，但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于女性在职场的工作能力给予严格的要求，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已婚的孩子的母亲，在家庭当中的身份不应该给予过多的责难。如果我能得到这份工作，我一定会非常的努力。我用这8年的时间，非常认真地记录了我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。结婚、生子、看着我的孩子一天天慢慢的长大。妈妈，那我照顾你，你能不能不老啊？你要是特别乖，妈妈就不会老。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创作的素材。我希望我能重新拿起8年前我放下的那支笔，重新开始我的生活。好的，
后期有消息再联络，好吧？特别感谢您给我今天的面试机会，谢谢。不用谢，再见。再见。面试好啦，哎，妈，去给妈妈抱抱啊！来给我抱。来，豆豆。结果怎么样啦？露露啊，妈跟你说啊，这工作的事情啊，咱们不着急，慢慢来，一次不行就2次、3次。现在豆豆啊断奶了，我也能帮着带带，咱们啊有的是时间，还怕找不到好工作呀。